坐大船出海，一听就很浪漫，只要不是又浪又慢。豪华轮渡，有人说这个东西的体验堪比游轮。从东京到北海道，正常来讲肯定要么是飞过去，要么是新干线过去。但这俩我觉得一个赛一个无聊。这次咱们还是来点不一样的。既然说轮渡的体验堪比游轮，那么本期视频您将看到著名小镇、海上自助、目力训练、碳基鱼雷。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虾。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一列北进的火车上。我们今天确实是要去北海道，但不是坐这个玩意儿去。这个东西会送我们到东京旁边的水户市，从水户我们还要换另外一个小车前往海边的大喜町。不是那个水户，那个是设计列车的水户刚先生，这个是茨城县水户站。如果今天出现在这儿的是水户刚先生，那这期视频大概就是要讲怎么设计列车外观了。作为观光列车设计领域的先行者和最著名的大咖之一，我确实很尊敬水户刚先生和他的团队以及他的设计对全球列车的设计影响。但说实话，他最近的设计风格，我个人是越来越欣赏不来了。不知道您怎么看？而大喜町作为日本旅游资源全国倒数第一的茨城县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海滨小镇，其实可看的东西还是不少的。如果你是少女战车的粉丝的话，这部番我是初中的时候看的。而当年少战作为一个拍出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振兴大喜旅游观光产业的番，很多镜头呢都是直接照搬了镇上的场景，从大喜火车站门口的广场，到 TV 版和剧场版各被撞烂一次的旅馆大门，乃至一众坦克飞速飙车的海滨大道，甚至那个能承载95式豆丁坦克的2楼连廊和滚梯啊！当然，现实中你就算只是放个 K car 上去，这个电梯估计也得当当碎的，跟潮汕牛火锅蘸料里边的那个炸蒜末一样。其实想要巡礼的话，车站门口就有租自行车的地方。天气好的话，骑着车很快就能把散落在大喜町各地的取景地集齐。但偏偏我到了那一天，一整天都在下大雨，穿着之前在西藏用的快收拢正紧的登山鞋，打着伞在镇上到处乱窜了一个下午，脚磨得生疼，人也快散架了。不过巡礼对于我来说，重点其实并不只是去那些动漫中采样的实景地捏2张照片看一眼，而是看着这些地方回想起10年前看这部番时的时光，更多的还是一些藏在粉红泡泡里的回忆吧，酸甜苦辣咸。但也正因为那些经历，才有了今天的早霞。让回忆就留在回忆里吧，时间差不多了，该往港口走了。其实如果不四处逛巡礼的话，从大喜站到轮渡港口只有1公里多，走个10几20分钟就能到，比某个虽然有接驳巴士但是学生票还是得打车的港强多了。我们即将搭乘的船就是面前的这艘向日葵札幌号，全长199.7米，13816总吨，航速24节。船身侧面呢，也和少战剧中一样，画着商船3景3flower 标志性的向日葵。实话实说，因为之前并没有怎么见过轮渡，看了少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我都以为全世界的轮渡都得画着这个向日葵。这艘船下水于2016年，并于2017年10月投入运营，可搭载620名乘客以及160辆大型卡车和113台小汽车。不过现场看的话，很多卡车是开到停车场之后，把后边的挂车扔下就撤了，再由港口的类似吊机一样的拖头把挂车拉到船上，船只拉挂车不拉拖头，这样确实能节省不少空间，并提高拖头的中转利率，比让卡车自己跑高速开过去效率还是高多了。当然，这么大的船，人肯定是不能跟大运混着一条道走上去的。旁边的这个小楼就是候船大厅，没有车的旅客和自驾游除了一个司机之外的所有同行人都得从这里登记上船。小楼2层有个简单的休息区，并没有很拥挤。我到的时候还能有空桌子让我稍微摊一会儿，顺便进行一下航前准备。先把这玩意儿吃了，这个是晕船药。今天晚上预报浪高最高可能有2.5米，会比较吓人。上次在四国岛南边浪高1米就给我晃出失重感来了，不过吧，上次那条船跑得快，28节，比今晚的要快4节，所以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其实还好。但总之先吃上药没什么坏处。这条船有个球匕首，比较符合我印象里边普遍的船的形象，前后各2个侧推，进出港在港池里边绕圈就比较方便。而螺旋桨采用的则是高速轮渡常见的串列双桨布局，有一点图95的感觉，不知道在船上能不能叫共轴反桨。希望大姐今晚能稳一点，我是不想再在海上体验一次失重了。旅客登船走的是一个贼长的类似机场一样的廊桥，一边排队一边看着下边的汽车也在排队，远处还有个拖头刚刚把挂车扔上船下来，后边的则是 Costco 的冷链挂车。不知道这次去北海道哥们能不能再帮我拉点肉回来。上次在 Costco 买的整块12斤牛腩，结账的时候直接把收银台的大哥都吓了一跳，拉回家分割冷冻，到现在终于快吃完了。欢迎登船，毕竟是2017年造的船，高强度运营8年之后，墙壁上难免还是会有一些岁月的痕迹。这里是4楼，我们的房间在6楼，还得坐电梯上去。
啊，我今晚的房间，一个非常漂亮的榻榻米小单间，还带窗户。今天晚上应该是真的可以好好享受这趟旅程了。OK， 欢迎登船，欢迎来到我今天晚上的房间。那么，正如各位所见，我今天晚上订的是一个日式的榻榻米房间。这个房间给人的感觉就是它这种暖色调灯光，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舒适，并且很平静的一种感觉。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在门这块儿，它跟日本的这个传统的家里边其实差不多，它是有一个玄关的，就你必须把鞋放在这个底下，你是不能穿着鞋踩到这个榻榻米上的，因为它这个榻榻米，应该是真的榻榻米，我的脚感的话，它应该是确实是用那个草做的。这边有一面镜子，然后底下一些就这个什么小椅子什么的。2盏台灯，这个房间最多好像是能住2个还是3个人物。当然，我是1个人订的，所以呢，我就需要付第2个人的1半的钱，才能把这个房间包下来。所以这样其实一点都不便宜啊，有点出血了。然后像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折叠床垫，就它可以拉起来的。你就可以自由的在这个自由的更改房间里边的布局。然后在这边你看嘛，它是2床这个床具的套装，然后底下的也都是这种折叠的床垫，所以就虽然说我付的是1个半人的钱，但还是给了我2个人的。这边有电视什么的，这个木纹的质感也都非常好，烧水壶上面左边是独立的空调，右边是一个放救生衣的柜子，这玩意儿是不能打开的，除非这个床要沉立。空调的操控，然后这里边呢 ，OK， 快速过一遍。是我的卫生间，这边有淋浴，但是并没有做干湿分离，把它传上吧，可以。然后一个日式的这个通电的马桶，这边的洗手台，这个扶手什么的，毕竟是传上了。今天晚上预计浪高2.5米，也不知道我需不需要用上这个东西。上面纸只有1卷，不过底下放了2卷纸了已经。OK， 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爽的。哎呀，这今天晚上，虽然说预计浪不会小，但是至少在这个环境里边，我应该能过得比较舒服了。理论上讲，在包厢放下东西之后，我就应该习惯性的上甲板等出港了。但现在吧，才刚6点半，离开船还早。而餐厅呢，已经开门了。我们不是先去吃饭吗？餐厅提供晚餐和早餐的自助餐，以及第2天中午的0点。晚餐、早餐加一块买折扣券的话，一共是3200日元，160人民币左右，就看出品值不值了。餐点的样式不少，有炒猪肉、酸甜口的炸带鱼、烤鸡腿、麻婆茄子和意大利面什么的。运营傍晚出发班次的2条船，餐品还不太一样。在 Sunflower 的官网上有详细的菜单，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记得开日文版，中文版这一块是空的。这个自助餐反正看着还是挺丰盛的，而且闻着也不错，味道应该不错。我这样的，比我炸的要稍微腻一点，油温不够。你摘子下边，你这头3片基本上都是这个感觉。面条不错，这个蛤蜊的面条。再试它这麻婆茄子。不是大哥，你这玩意儿你搁那么多醋干什么？吃一口得。不过它这个腌带鱼还真不错啊，不是咸带鱼啊。这个南蛮子带鱼这做的真不错，这个面也还行。至于剩下的东西嘛，就是正常的日本自助餐水平吧，就是那么回事儿，反正。但是能有个自助餐吃，有个比较丰盛的晚餐吃，特别还是有蔬菜，这个我已经很满意了。我旁边现在就是这个燃气轮机，排气管，哇，这上面这东西，刚才走过来，整个因为这个风是迎着我吹过来的，把这个尾气都往前面带，整个一走过来，整个这空气都是热的，然后这个味儿啊，
晚上7点45分，我们的船准时出港。接下来，我们将沿着日本本州岛太平洋一侧一路北进，途经茨城县、福岛县、宫城县、岩手县和青森县的外海，从津轻海峡的边上过去，最终于明天下午1点半左右抵达北海道的单小木西港。全程大约400海里，或者说740公里左右，平均旅行速度22.5节左右。海上雾巨大，出港之后没多久，视野内就除了本船之外什么都见不到了。透过甲板上的照明灯，可以看到水雾一团一团的往后跑，有时你甚至会很难分清这到底是水雾还是底下2台柴油发动机的尾气。这样的天气，与其在甲板上进行毫无目标的目力训练，不如回舱里边歇着了。但其实这条船设计上应该是倾向于多拉人和货，公共活动空间并没有很大，6层一个厅，5层一个厅，基本上就结束了，甚至没有中庭。中庭的位置现在大概是类似峰哥那样的大通铺，娱乐设施也是聊胜于无。我总不能玩老虎机打小钢珠去吧？后边的抓娃娃机我也没什么兴趣，即便里边有一些烧战相关的东西，还是回房间歇着吧。那么除了我这个日式榻榻米包厢，类似价位的还有一个西式标间一样的正常床包厢，但我感觉这个包厢吧，其实氛围上会稍差一点。不过正经床肯定是比我那儿的垫子睡起来舒服多了，这就见仁见智了。有些包厢还可以携带宠物，当然并不是说你不住宠物包厢你就不能带宠物上船了。船上呢是有专门的宠物寄存区的，还有宠物的活动空间。上船之后把宠物放到这里来就行。楼上7层是豪华房和豪华套房，并不在我目前的经济承受范围之内。我自己这次的这个8平米多的小榻榻米间就花了我1800多人民币，已经够极限的了。楼上这些以后再说吧。5楼则是比较便宜的胶囊铺和大通铺，适合对花销比较敏感的旅客。至于剩下的1、2、3、4层，那就是停车辆的地方了，我们就去不了了。不如来逛逛商店吧。这个小卖部不仅会出售零食饮料，还有很多的乘船纪念品也可以买。日本人是真的有点在把轮渡当游轮开的意思，对纪念品的开发非常重视。我买了一把明信片，又抓了2船的冰箱贴，还买了个毛巾，准备一会儿泡澡用。虽然说我一回房间就发现他们是有给2个人份的毛巾、浴巾和洗漱包的。商店对面呢是个儿童活动区，面积不算小，旁边还有一个电视在播放一些节目。大人呢可以让小孩子在活动区里边玩，自己呢就在旁边一边看孩子一边看电视。同时洗衣房也在这附近，面积倒是没有很大，洗衣机和烘干机都是投币式的，并且洗衣液是自动投放，不用单独再花钱买。什么钢镚不够？这里有换钱的机器，直接塞钞票进去就行。我大概还是对天气不死心，穿着拖鞋就又跑到甲板上，然后成功被比刚才更大的雨浇了回来，冻得跟查干湖的鱼一样。哎，行了，赶紧跳池子里边暖和暖和吧。正好一进来就是男浴室的门口，别管那个按摩椅了，那玩意儿要钱的，并且上面跟你说了，不按就别站着。行了，下水吧。泡完澡回来了，怎么说呢？舒服还是挺舒服的，但是这次吧，就感觉它这个大浴场啊，应该是比上次从九州回来坐那条船要小一圈，并且更要命的是，今天这个船它没有这个室外的浴场，所以就还是缺了不少的意思。跟上次比的话，至于这个大浴场里边什么样呢，我肯定是没法扛着一个星期一斤的拍了嘛。或者各位如果想看看实际使用镜头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少女战车》，应该是剧场版的片尾曲的后边那块儿，有那么2个镜头是他们在回大喜的船上面跑的，那个浴场应该就是照着这个桑弗拉瓦的大浴场画的那东西，反正我觉得是非常的像的，各位看看那个玩意儿就能感受到。这船真不错，除了普通的自动贩卖机，还专门有一个牛奶的自动贩卖机，泡完澡来一盒刚刚好。不过这种常温长期保存可能品的味道肯定是比不上超市的冷藏鲜牛奶，但也很可以了。目前船差不多在全程离福岛核电站最近的地方，咱呢就刚泡完澡，就别上甲板了，回房间休息吧，时间不早了，那就晚安。早，现在是差不多8点一刻。昨天晚上睡的，因为我还是想说看看4点多能不能起来看看日出，所以就没有睡得很好。但是很显然，外边这个风景然后我现在要来吃早饭，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们昨天晚上在出港之前就开始放晚餐，真的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这东西有浪头的时候真的不好撑。早饭的出品感觉就没有晚饭那么有诚意了，一股半成品味儿，但总好过没有。并且吧，其实味道也还不错，尤其那个鱼甜口的，我很喜欢。
吃完饭上甲板观测一下天气，就怎么说呢？幸好现在的船都有雷达，这个雾你找多少熟练舰长员，刻多少猫目镜，他都不管事儿。伴随着回南天一样的饱和湿度，任何镜头朝了船行进方向拍摄10秒钟之后，都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的船的中后段往前看，连驾驶台凸出来的一楼都很难看到，这个能见度撑死了也就200米左右。气象预报说后边可能会好一些，但愿吧，先泡澡就好了。哎，不是，亲爱的海豚同志们，你们为什么非要挑我泡澡的时候蹦出来呢？并且还是整个身体都在海面以上，跟纪录片里一模一样。你这搞得我也不好回去歇着呀，只能在舱里边蹲着了。外边又冷又得半分钟擦一次镜头，原来这档行程的目的训练是这么个训练法的吗？目前我们离岸边确实没有很远，还有不少海鸟在这一带活动，不知道水里边有没有鱼群。但是说真的，这么一直蹲也确实不是个办法。理论上吧，动物一般都是一块儿出现，有鱼就有鸟，也就有海豚。所以当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还是回房间待着吧，抓紧时间把明信片写了。这个榻榻米房间确实写字办公没有那么舒服，但话又说回来了，正常情况下谁会做这个玩意儿办公啊？船上吧没有油桶，一会儿到了山脚木再找油桶投吧。现在能见度好像确实是比刚才好了些，有个大叔扛着大炮正在观测海面。这趟船上这样的大叔还不止一个，难不成这条航线就是动物多？我们简单聊了2句，他说他主要是出来打鸟的，然后就给我指了远处水里边的一个海豹。我是真的完全没想到这个纬度还能有海豹，但转念一想，渤海湾里边都能有海豹，那倒也挺正常的。我们现在在青森县下北半岛以北的位置，基本是本州和北海道的正中间，纬度吧和延边差不多。随着天气越来越好，到甲板的旅客也越来越多，甚至有7楼豪华房的大爷掏出了鱼竿，有一种要把这条船变成航母的感觉啊！当然，23节的船上显然是钓不上来东西的，所以大爷也就是意思一下，仿佛突然就是一瞬间，海面的雾消散了，湛蓝天空显现在我们面前，海面也从刚才的灰色变成了大家印象中的蔚蓝色。而当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出现了方向不一致的浪花，那你最好睁大眼睛仔细看，不出意外的话，刚刚跳下来的那些小生命，他们回来了。这应该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大海中自由自在的海豚和海豹，真的就是突然就从船边窜出来，3、5成群，在船周围往各种方向跳跃嬉戏，如风一般自由。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形容我当时的感受。阳光下，我们的船在航行，周围海豚、海豹、海鸟成群，我也终于可以暂时放下平日世界的纷纷扰扰，和他们一起随着海浪的摇晃驶向前方。阳光暖洋洋的洒在海面上，洒在船身上，也洒在我的肩膀上。这一刻，我感到无比的自由。下午1点20分，我们的船提前10分钟抵达终点山小木西港。这是一趟将久远的美好回忆拆封又封存在出发前，但是也在路上获得了好多新的美好回忆的旅程。它如同一段时空桥梁，创造并连接了2段记忆，又让我暂时远离桥下的纷扰，难得的休息了一阵时光。感谢一路上所有工作人员的服务与协助，也感谢能看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欢迎点赞投币、收藏、关注一波，你的支持会帮助我们产出更多更好的视频。宇宙辛苦啦，那么我们下期再见。